同样是 CloudOpus 4.8， 凭什么有人用 GitHub Copilot 只能完成 78.9% 的任务，而加上微软开源的这套代理后，完成率能直接飙到 92.1%？ 账就这么简单。因为这次胜负手根本不在模型，而在流水线。这条流水线里塞进了一个微软 .NET 团队开源的智能体插件，它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，把你从看似跑通，实则测不出 bug 的无效代码中解救出来。专治 AI 写测试只会摆烂的顽疾。回看这几年 AI 的路子，从最初的单轮补全，到现在引入多智能体博弈， AI 代理在代码领域已经从单纯的生成器进化为严谨的执行者。这已经是微软在编码辅助领域的又一次深耕。微软在152个真实代码任务中拉了一个对比测试，结果显示标准 Copilot 只能搞定120个，而这套方案成功交付了140个，完成了质量闭环。这个闭环带来的区别在于，它引入了研究计划，实现这套强制流水线，没一上来就盲目敲键盘，而是先扫描仓库，搞清你的语言站和测试习惯。这是从生成式补全到工程化预言的质变。在完成这种质变的过程中，它会通过自我博弈来折磨代码。生成测试后，它会主动注入伪造的代码变更，去反向测试断言。如果你的测试没报错，那就说明是用力写的有问题，必须改写。这套自测闭环直接把故障率砍掉了 63%。 为了砍掉这 63% 的故障率，必须把自测流程做深，因为通用助手的致命伤就是缺乏深度验证。这套方案把单纯的补全转变成了有逻辑自检的 CI 环节，这就是它能在大型存量项目中立足的护城河。担心它乱动你的核心代码，不用担心，它是个插件，不碰生产代码。实测把研究、计划、实现 Agent 引入后，测试任务完成率从 78.9% 暴涨到 92.1%。 它只盯着单元测试这一块严阵以待，但也得泼盆冷水，想做集成测试或端到端压测，这玩意儿根本不支持。在复杂的异构构建系统中，它的适配性依然存在不确定风险。面对这种不确定风险，上手的同行需要先核查项目测试框架。第二，它是 MIT 协议，商用要过一下合规。第三，别指望它替代核心开发，就这3点。最后给想尝鲜的开发者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先确认项目是否有成熟的单元测试框架。第二，它是 MIT 协议，商用需核对合规性。第三，它是辅助工具，别试图用它替代核心代码开发。